这个是我们新调配出来用于无土栽培的栽培机制啊。再看一下，你看这是桃粒是吧？桃粒配上细叶糠，配上牛粪，还配上了一些有助于粗根壮苗的一些东西啊，来共同组成了我们这种用于无土栽培的栽培机制。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柴哥。关于无土栽培当中啊，这个机制的选择，大家一起唠叨唠叨啊。这个机制呢，它除了具有咱们认为的保水性以外，实际上至关重要的是透气。然后呢，你只有透气性好了以后，根系才能好。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理论上说的一个大孔隙和小孔隙之间的一个比例问题。所以说我们在机制的选择当中呢，就不是儿戏了啊。一个首要考虑的就是一个透气性问题。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一些朋友为了一味的模仿以后很多拿着草炭土就直接去做这个无土栽培了，实际上这个成功的几率非常低。这个草炭土是可以用于无土栽培的，但是它是用于无土栽培当中的育苗使用的你用到这个栽培上，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然后呢，我们平时在选用，包括有些使用牛粪使用蚯蚓粪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考虑这个大孔隙、小孔隙之间的比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朋友在选择机制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模仿，因为你只能看到一个表面问题里面的有很多参数呢，大家是看不到的，不能是一味的去模仿别人用袋装栽的，你就用袋栽；别人用那个盆栽的，你用盆栽；别人用袋栽的时候呢，那个会用那种专用的无土栽培的专用袋子，你呢是拿着无纺布袋子去做，你说你能做成功吗？是不是？这2年呢，也有不断的有朋友在建议我们呢，就是说配好一些现成的栽培机制，然后来供给大家使用我们从现在开始也开始陆陆续续给朋友们配一些，这个需要大家提前跟我说。然后呢，利用我们当地的一些原材料，尽可能的把一些成本呢给大家去降低。然后呢，如果说你种个几十亩的，实际上你就近取材，就地取材，让用农业的废弃物直接去处理，然后去使用，这样的话成本是比较低的。如果说做个1-2亩的，建议你可以直接采购一些成品类的。